因为宗教引发的暴动和屠杀，在历史上有着许许多多毛骨悚然的例子。这是1946年8月的加尔各答，屋顶和地面的秃鹫正在啄食遇难者的尸体。为了便于观看，图片中部分内容做了模糊处理。当时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互相残杀，残忍的程度直到今天仍然令人震惊。这一历史事件被称作直接行动日，或者1946加尔各答大屠杀。这是惨案发生以后，人们把木柴和稻草堆积到一起，对遇难者的遗体就地火化。附近的居民因为尸体腐烂的恶臭，纷纷捂住口鼻。秃鹫栖息在墙上，悠闲地消化着还没来得及处理的遗体。加尔各答大屠杀之后的几个月时间里，附近一些城市和地区接连爆发宗教冲突。这是1947年3月阿姆利则暴动中2名受害儿童和1名护士在一起，他们在母亲被害以后被当地的英国士兵救了出来。这是某个社区当地居民正在收拾暴乱后的残局。一系列的暴力事件最终导致了1947年印巴分治。在殖民统治近3个世纪以后，英国匆忙撤离了印度次大陆，并且将其分割成了以印度教徒占多数的印度和穆斯林占多数的巴基斯坦这么2个部分。这一事件永远改变了南亚的面貌和地缘政治，也引发了世界上最大的迁徙潮之一。穆斯林从印度逃到巴基斯坦，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则往相反的方向逃离。由于宗教信仰的分歧，朋友和邻居互相攻击，亲人和眷属彼此分离。根据有关的统计，大约有1000万人因为分治而流离失所，有超过100万人在暴力事件中丧生。这个期间还伴随着种种骇人听闻的暴行，即便是孕妇和婴儿也未能幸免。从1947年开始，印度和巴基斯坦已经发生过多场战争。这2个同样拥有核武器的邻国，经常因为克什米尔的主权问题发生冲突。本是同根生，为什么当初的英属印度会分而治之？是宗教问题吗？是英国从中操纵吗？为什么在最初分成了2个而不是3个？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这段有关宗教、民族主义、殖民统治、地缘政治相互包容、交织、演变的复杂历史。今天巴基斯坦的卡拉奇已经是穆斯林世界的一座大城市，然而在18世纪，这里还是一个只有 1.5 万人的小渔村。说在英属印度时期，在卡拉奇有一位名叫普纳贾的商人。1876年12月25日，他的儿子穆罕默德·阿里·真纳出生了。这位男子日后将成为这段历史的一个核心人物。真纳的祖父原本是印度教徒，后来改信伊斯兰教，属于霍家种姓。这是一个原本信奉印度教，后来转信伊斯兰教的族群。那么真纳呢，最终也成了穆斯林。他在卡拉奇的基督教传教士协会高中毕了业以后，前往伦敦学习法律，在伦敦待了若干年，直到1896年，真纳回到了卡拉奇。但是刚回到家，就得知他的父亲正面临严重的经济损失，并且背负着多笔贷款。了解到这些之后，真纳开始赚钱养家。20世纪初，真纳开始了在孟买的律师生涯。这个时候的他和正在进行的印度独立运动还完全不着边，连圣雄甘地当时也还在南非。这是一份当时英属印度的地图，您看到的黄色部分是英国间接统治的土邦，其余的红色部分则是由英国人直接统治。那么英属印度是怎么来的呢？什么又是土邦呢？早在17世纪初，当时的印度来了一家欧洲公司，它叫东印度公司。一开始呢，只做香料生意，从南印度买胡椒和丁香，卖回英国赚钱，赚到翻掉。做生意做久了就不满足了，后来呢，开始参与当地的政治，有钱就有军队，有军队就有地盘。他们用打仗和收买双管齐下，把当地的土邦一个个收编，终于统治了
大片印度土地。后来英国政府也加入进来，干脆呢把东印度公司接管了。这个过程很漫长，并非三言两语就能够讲清楚。总之呢，到了19世纪，印度就变成了英国的殖民地。这个事儿啊，一般是从1858年开始正式算起，也就是所谓的英属印度时期。维多利亚女王被称为印度女皇，之后的英国君主也全部以印度皇帝的头衔统治印度。英属印度殖民地性质的领地包括今天的印度、孟加拉、巴基斯坦以及东南亚的缅甸。由于这个地盘太大、环境复杂等等原因，并不是所有的领土全部由英国直接管控，而是允许一些王公、王侯和行政长官对所属地区进行半自治管理，前提是这些领主必须和英国殖民当局签署条约，并且直接受控于英国殖民政府，效忠于英国君主。由这些土著王公统治的区域就是土邦。这是英属印度时期绘制的，根据1901年人口普查显示的主要宗教分布图。英属印度在20世纪初总人口约为 3.8 亿，其中 65% 是印度教徒， 27% 是穆斯林。人口的比例是这样，居住范围更是其中一个关键。英属印度的西北部和东北部是以穆斯林为主，就是图中的绿色区域，比如开布尔普什图省、俾路支省、信德省、旁遮普省、孟加拉等地都是穆斯林人口占多数，而其他地区则是以印度教徒为主。之所以提及这些细节，是因为这个人口普查的数据最后就成了印巴分治的依据。那么时间来到1903年，自由斗士让英国人头疼不已，印度教徒穆斯林联起手来给英国人带来麻烦，其中以孟加拉最为活跃。当时的孟加拉地区包括了今天的西孟加拉和孟加拉国，以及恰蒂斯加尔、贾坎德、比哈尔等等大片区域。许许多多的律师、知识分子和政治人物都聚集到这里，孟加拉成了反抗英国的中心。那么英国殖民政府对这里又是忌惮又是愤怒。2年以后，总督寇松勋爵制定了一项针对孟加拉的计划。随着反抗运动越来越频繁，英国人明白了一件事，就是印度的人们可以通过宗教的名义进行分化瓦解。如果能够用某种方式破坏了团结，那么管理他们就会变得非常容易。那些看上去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情感也将会相应转化为宗教仇恨。中国历史上有姜维一计害3贤，印度历史上有英国人寇松一条毒计祸害一个地区上百年。不得不说，这一招是真损。很快1905年的7月，总督寇松发表声明，声称孟加拉面积过大，行政管理存在一定困难，因此呢，孟加拉的管辖区域需要进行重组。就整个孟加拉而言，印度教徒占多数，但是在孟加拉的东部穆斯林人口较多。于是呢，寇松开始有计划的将孟加拉分开治理，东边穆斯林居多的被划为东孟加拉，剩余的地区被称为西孟加拉。对于东孟加拉的穆斯林而言，他们从原本的整体中的少数派变成了分治以后的多数。而对于西孟加拉的印度教徒来说呢，分治就意味着他们将会失去对整个孟加拉的控制，两种不同信仰的仇恨也就这样开始生根发芽。印度这个词啊，源自于印度河。历史上呢，这一地区一直是多民族、多文化、多语言、多宗教相互共存的这么一个区域。从古代印度教文明、佛教的发源地，到伊斯兰教的传入，穆斯林统治的德里苏丹国和莫卧儿帝国，再到欧洲殖民势力的到来，这里的历史可以说是多元且动荡。国大党在1885年成立，最早呢只是一些知识分子的聚会，大家一起开会写请愿书，请求英国多给一些权利和参政的机会。初期是比较温和的，但是后来渐渐有了一些改变，开始转向反对英国殖民统治，把争取印度独立作为目标。这时候国大党的内部出现了两派人马互相竞争，一派说要和平抗争，慢慢来，另一派主张要更强硬一点。
尤其是在1905年之后，气氛一下子就变了。前面提到这一年发生了一件大事儿，英国人把孟加拉一刀切两半，理由说是为了行政效率，但是大家呢都知道根本是挑拨离间。他们故意把东孟加拉给了穆斯林，西孟加拉则留给了印度教徒。孟加拉的印度教社会精英群体，很多人在东孟加拉拥有土地，而承租人大多都是穆斯林。精英们对东西分治感到不安，在这种情况下呢，印度国民大会党召集所有人开始发起抗议运动，号召人们不买英国货，不搭英国火车，自己做衣服，用本地产品。他们开始喊出印度人要自由，开始质疑英国人凭什么统治我们，开始相信我们可以自己治理印度。在国货运动的同时，他们偶尔也会采取暴力，有时候甚至会攻击平民。很快呢，又有大批的受英语教育的学生参与了进来。不同程度的骚乱从当时的首都加尔各答蔓延到了孟加拉周边地区。宗教煽动和对政治不满结合在一起，一些年轻人开始有组织的炸毁公共建筑，发动武装抢劫，甚至开始暗杀英国官员。这个消息很快就传遍了全国。国大党发起了对孟加拉分治的抗议运动，然而就是这场运动过程中，在国大党内部开始出现不同声音。东孟加拉的一部分穆斯林成员对这次的分治并没有太大的异议，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在一场本应该团结一致的运动中，穆斯林群体的参与变得犹豫。他们在质疑什么呢？他们认为说这个印度的总人口有 27% 的穆斯林，可是国大党的党代表中穆斯林的席位只占了不到 7%。 这种情况下，即便是印度独立了，举行选举了，印度教徒仍然会是多数，穆斯林的声音根本不会被听见。他们的顾虑并非没有道理。国大党呢也觉察到了这种宗教意识的上升将会破坏整个自由运动，于是呢他们开始强调说，宗教只是个人私事，任何以宗教为基础的政治活动都是非常危险的。他们向每个社区解释说明，说我们正在和英国人进行自由斗争，我们要建立一个多元的世俗的印度，每个宗教和社群都将拥有平等的地位。他们这样说，可是对于穆斯林在党内占比偏少的问题，仍然没有做出积极有效的改善。与此同时呢，孟加拉的分治已经在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留下裂痕，英国人分而治之的策略开始奏效。就在这个时候，珍娜进入了政坛。1906年，国大党在加尔各答召开会议，珍娜参加了会议并加入了国大党。这个时期的珍娜，他的个人思想偏向世俗，非常欣赏国大党的理念，并且时不时的批评宗教保守主义。珍娜的生活方式呢，和传统的伊斯兰教习俗截然不同。当时甚至有人称赞他是印度教穆斯林团结大使，但是这样的观点很快发生了改变。同样是在1906年，刚刚被划分为新邦的东孟加拉有一座城市名叫达卡，也就是今天孟加拉国的首都。这里的穆斯林过去常常组织穆罕默德教育会议，按照惯例呢是每年举行一次。原本是宗教性质的教育论坛，这次却变成了政治大会。许多穆斯林代表认为，国大党虽然声称代表全印度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但是其本质上仍然是印度教政党。在整个国家，印度教徒占多数，如果举行选举，印度教徒将会获胜，那么无论行政、立法还是制度，都将会由印度教徒主导。脱了鞋也撵不上，毕竟人口基数在那摆着。因此，基于这层原因，穆斯林有必要成立一个自己的政党，以这个政党来代表全印度穆斯林的观点，这样在和英国人进行交涉的时候，穆斯林也就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于是呢，1906年12月30日，全印度穆斯林联盟在东孟加拉达卡正式成立。他们的目标很简单也很明确，确保穆斯林的政治代表性，并且向英国殖民当局提出了一个分别选举制的要求。什么是分别选举制呢？就是穆斯林只能投票给穆斯林候选人，印度教徒则只能投给印度教徒。只有这样，穆斯林才能保证
在某些地区有自己的代表上台执政。英国人可太高兴了，他们非常乐于接受这种提案，因为宗教分裂刚好符合他们的利益。那么好，到了1909年，英国议会通过了一项印度理事会法案，俗称莫里明托法案。这项法案允许印度人进入印度国务卿总督的委员会以及孟买和马达拉斯邦的行政委员会，并且根据穆斯林联盟的要求，正式实施分别选举制，在中央和省议会设置宗教代表配额，穆斯林被授予了单独的选区。这一制度让穆斯林联盟迅速成长壮大，并且渐渐和国大党平起平坐。穆斯林联盟成立以后的第一任主席是穆罕默德·沙阿，而真纳呢，当时还是国大党成员。真纳反对穆斯林联盟的分别选举，他认为单独选区会破坏民族团结。但是到了1913年，随着穆斯林联盟声望不断提高，真纳正式加入了穆斯林联盟。他同时加入2个党派，并且主张两党合作，希望他自己能在国大党和穆盟之间充当桥梁，争取共同目标，早日实现印度独立。可是2个党派不同道路，将会导致独立过程中出现很多问题。加入穆斯林联盟以后，真纳在1916年积极促成2党联席会议，这个会议上达成了一项协议。国大党接受了穆盟对分别选举的要求，并且承诺在旁遮普和孟加拉等地增加穆斯林代表的席位。那么穆斯林联盟领袖呢，则同意加入团结抗英要求自治的运动行列。这是国穆2党第一次正式合作。与此同时啊，在国大党内部也存在不同声音，一些印度教的民族主义者对这些事情并不太满意，因此呢，就像穆斯林联盟一样，他们在1915年成立了印度人民院，以便表达印度教徒的意见。这就让印度政坛开始更加的宗派化。在这样一个背景下，甘地先生从南非返回了印度。这个民族运动啊，从来都不是一条溜光大道，中间必然要经历很多波折。就像1919年的阿姆里则惨案，英军在民众集会时大开杀戒，开枪扫射手无寸铁的百姓，这让更多的印度人彻底失望。从此呢，和平请愿变成了激烈抗争。也是这时候，甘地出现了。甘地带来了新一套哲学，叫做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他主张啊，不打仗，但也不合作，不买英货，不服从税制，用良心对抗压迫，用道德打醒世界。这套说法影响非常大，连村里的农夫也来参加抗争，运动从上层走向全民。甘地返回印度的时候呢，出现了一种情况，这个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了，以英国为首的协约国打败了奥斯曼帝国，奥斯曼帝国的元首被称为哈里发，全世界的穆斯林都将他们视为精神和宗教领袖，因为他们是先知穆罕默德的继承者。赢得了一战以后，包括大英帝国在内的几个国家开始瓜分奥斯曼帝国，并且开始占领由哈里发控制的穆斯林圣地。这么一个事儿，在全世界穆斯林当中引起公愤，世界各地相继爆发各种抗议活动。在印度的哈里发运动由穆斯林领袖阿里兄弟领导，甘地呢，在哈里发运动中看到了能够促使印度教和穆斯林更加团结的机会，于是他会见了阿里兄弟，并且表示将会全力支持他们反抗英国人。会见过后，甘地开始呼吁所有印度教徒支持哈里发运动，甚至专门召开会议。渐渐的，穆斯林们被说服了，他们开始转而支持国大党。甘地的非暴力抵抗运动和大众动员策略让国大党再次的强势起来。这个时候，又一件令人震惊的事情发生了，真纳辞去了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的职务。真纳他是反对甘地的不合作运动，也不赞成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全都走向宗教政治化。于是呢，真纳辞去2党职务，并且愤而前往伦敦。但是也有传言说，真纳当时之所以离开印度，是因为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全都不再重视他的意见，这让他感到了被边缘化。因此真纳愤怒地称甘地是独裁者，然后退出政坛。此后数年，
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一直长期共同合作，但是到了1923年，双方的关系又一次发生了变化。说这个英国人在旁遮普穆斯林占多数的地区通过了1923年市政修正法，他们为穆斯林保留了比以前更多的席位，印度教徒的席位呢相应急剧减少。这个事件让居住在那里的印度教徒感到愤怒不满，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关系再度紧张起来。1925年，一个极右翼的印度教民族主义组织建立起来，它的名称叫做国民志愿服务团，英文缩写是 RSS。 从此印度政局进入到了高度宗教分裂状态。说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紧张的关系是日益升高，而英国呢则乐见其成。每当有人试图促成团结的时候，英国总会偏袒某一方，让另一方愤怒。对于分化削弱独立运动，这一招几乎是百试百灵。印度人民院和国民志愿服务团这么两个极端组织不断对国大党施压，以至于在1926年，国大党在旁遮普和孟加拉地区提名的所有候选人全部都是印度教徒，这就激怒了当地的穆斯林。穆斯林联盟呢也因此吸引了更多人加入。考虑到这点优势，穆斯林联盟在1930年迈出了极为关键的一步。当时的联盟主席穆罕默德·伊克巴尔在阿拉哈巴德的年会中首次提出，说希望在旁遮普、西北边疆省、信德和俾路支地区建立一个穆斯林自治邦。您注意，这个时候他们仅要求的是建立自治邦，并非独立国家。也是在这一年，一个在英国剑桥大学留学的学生在一本宣传册当中第一次提出了巴基斯坦这个词语。1933年，珍娜的盟友利亚卡特·阿里汗前往伦敦和珍娜会面。据说就在这次见面的时候，俩人商讨了如何让珍娜重返政坛，并且领导穆斯林联盟，进而推动建立一个独立的穆斯林国家。1934年4月，珍娜回国，重新接管穆斯林联盟，并且大幅改造党内架构，展开积极反对国大党的行动。这一次的珍娜已经完全抛弃了过去的意识形态。他的主张是：第一，国大党是一个印度教政党；第二，穆斯林需要独立的身份与国家；第三，印度教徒与穆斯林是两个不同的民族，二者不能共存。到了1935年，英国为了回应印度内部不断升高的反殖民压力，颁布了印度政府法案，大幅扩大选举范围，只要接受过一些教育，有合法纳税记录，并且名下拥有土地，就可以拥有投票的权利。其实这个呢，还是主要面向的富人群体。国大党、穆斯林联盟、印度人民院等等印度政党都将参加选举，获胜者将获得管理权，地方政府可以自行选举和管理，只有外交、财政、通信等等事务仍然由中央英国政府掌控。依照法案，转一年，也就是1936年，举行了地方议会选举。这次选举中国大党获得大胜，夺得了1585席中的707席，穆斯林联盟仅获得106席，甚至在许多穆斯林保留席位中也被国大党的穆斯林候选人击败。这么一个结果让穆斯林联盟深感受挫，于是开始采取更加激进的立场。1939年，英国在没有征得同意的情况下，直接宣布印度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国大党呢，愤怒地回应，并且提出条件：如果保证战后让我们独立，那么我们就会在世界大战中帮助你们。英国人并没有表示同意，于是呢，国大党的所有707位当选代表全数辞职。英国人呢，又提出了不同提议，想要妥协，但是国大党仍然坚持要完全独立。甘地也在这个时候发起了退出印度运动，大规模的动员反映群众。就在这个时候，穆斯林联盟选择完全支持英国，希望战后能获得独立建国的回报。很快呢，又发生了国大党领袖被捕、组织瘫痪。穆斯林联盟和印度教右派则是持续壮大，双方对立不断升级。国大党认为自己代表的是世俗统一的印度，那么穆斯林联盟呢，主张穆斯林的利益必须靠分离才能保障，双方你来我往，互不退让。
这种背景下，穆斯林联盟在1940年举行会议，通过了拉合尔决议，正式要求在穆斯林多数地区建立巴基斯坦。国大党认为这是在搞分裂，并且坚决反对。1945年二战过后英国疲惫不堪，受到美国和联合国的压力，准备放弃殖民地。1946年，英国宣布举行制宪会议选举，这场选举呢，变成了国大党与穆斯林联盟的正面对决。最终的结果是国大党在印度教地区赢得多数，共获得923席。穆斯林联盟在穆斯林保留席中获得超过 90% 的选票，取得了425席。就是在这次选举过后，很多人都意识到印巴分治几乎已成定局。英国人最初想要撮合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组成一个临时政府，但是穆斯林联盟坚决拒绝。真纳强调说必须建立一个独立的穆斯林国家。为了解决僵局呢，1946年3月，英国派出3位部长组成内阁使团前往印度协商未来的政体安排。1946年5月16日，内阁使团提出一个计划。首先呢，印度不分裂，维持统一；其次，取消宗教分别选举制度，将全印度分成3大组群。第一组印度教为主的地区，比如孟买、马德拉斯、比哈尔等等；第二组穆斯林多数地区，比如旁遮普西北边疆省等等；第三组孟加拉和阿萨姆等等。每组可以自行制定省宪法，中央呢只管理外交、国防与交通，其余权限全部归给省级政府。5年以后，各省可以选择退出所属组群。这个制度让真纳看到了将来建立更大的巴基斯坦的可能，因此初步接受。但是国大党要求呢，说各个省应该自由选择组群，而不是强制的进行归类。同时呢，认为中央权力过小，这样将会导致国家分裂。英国人答应了国大党的主张，最终导致真纳愤而退出谈判。1946年7月29日，穆斯林联盟发起直接行动日，宣布将以非常手段争取独立国家。8月16日，在孟加拉穆盟的执政情况下，警察被刻意撤离，加尔各答爆发严重暴动，史称加尔各答大屠杀，数千人死亡，暴力蔓延到全印度，宗教仇杀连绵不断，每天都有200到300人丧生。国大党原本轻忽直接行动日的威胁，但是眼见事态失控，局势已经不是和平能够解决得了的。当时英国的态度也已经明确。1947年2月20日，英国方面突然宣布说，无论印方是否达成协议，英国将于1948年6月30日前撤出印度，交出政权。这项声明震惊了整个印度政坛。国大党的领袖，后来的印度总理尼赫鲁，担心英国留下烂摊子会导致内战。真纳呢，也无法接受自己苦心经营的巴基斯坦将会被分成若干个小国。为了避免混乱，国大党开始考虑把分治印度作为不得已的选择。当时的党主席克里帕拉尼表示说，与其内战，不如让他们成立巴基斯坦。很快呢，尼赫鲁也表态支持分治。英国这边迅速行动，任命蒙巴顿勋爵为新任总督。1947年6月3日，蒙巴顿提出了具体的分治计划。这个内容包括印度与巴基斯坦将分别独立，并且仍然是英国王室辖下的自治领。旁遮普与孟加拉将由穆斯林与印度教、锡克代表各自表决是否分治。土邦可以选择加入印度、巴基斯坦或者独立。所有的军队、铁路、财政资产以及办公用品全部平均分配。最初英国打算1948年6月离开，但是最终决定呢提前到1947年8月15日。蒙巴顿选择了这么一个日期，是因为他曾于1945年的同一天接受了日本投降。边界划分交给了一个叫雷德克里夫的人负责，但是这个人对印度毫无了解，只是根据宗教人口统计数据，在3周内划定了印巴边界。1947年8月14日，巴基斯坦率先宣布独立，8月15日，印度紧接着独立。2天后，8月17日，雷德克里夫的分界结果公布了。大量的民众发现自己的城市在一夜之间改了国籍，
一场空前的逃难潮就此爆发。在孟加拉和旁遮普，数百万的印度教徒、穆斯林、锡克人交错迁徙，各自去往不同的方向。这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人口迁徙之一，双方发生了大规模的屠杀与性暴力，火车运输尸体的画面震惊了世界，妇女被绑架、强暴、活活烧死。人们在边境喊着我只想回家，但是他们的家已经被划线切开，再也回不去了。保守估计有100到200万人死亡，超过1000万人流离失所。真纳终于实现了巴基斯坦建国，但是不久后因为肺结核不幸去世了。1950年1月26日，印度制定宪法，结束了自治领地位，成为主权国家。巴基斯坦则于1956年完成宪法制定，正式脱离英国王室。1972年1月，东巴基斯坦脱离巴基斯坦中央政府，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从前的一块地儿，现在分成了3个国家。印巴两国从打1947年分治以后，几乎就没有消停过。因为克什米尔的归属问题，双方一度发生武装冲突。1965年和1971年，印巴两国因为克什米尔先后2次爆发战争，此后有多次因为领土争端导致关系恶化。2019年，因为军事冲突，印度战斗机被巴基斯坦空军击落。2025年，巴以关系再度恶化，战争的阴影至今仍然没有散去。好了，读历史知善恶，这里是烽火照东南，感谢您收看收听本期节目。如果喜欢，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个周五不见不散。